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谁说娃娃脸只能演甜妹？谭松韵新剧化身正气检察官，用实力拓宽戏路边界。7月7日，一条热搜炸了。谭松韵在《天赐的声音7》中与王锃亮合唱小伴，播放量狂飙5000万。就在同一天，他正在厦门拍摄的《春河之上》路透流出，蓝制服、低马尾，眼神锐利，和记忆里那个耿耿判若两人。一个36岁的女演员，一边用甜嗓征服音综舞台，一边用检察官角色给娃娃脸证明，这操作内娱找不出第二个。音综舞台上的业余歌手凭什么出圈？6月12日，《天赐的声音7》正片播出谭松韵与黄子弘凡的合作舞台，紧接着6月21日，他和王锃亮演绎的小伴直接封神，两人配合默契到近乎无缝，情绪铺陈细腻，声音层次干净又克制，全网讨论度飙升。谭松韵给自己贴的标签是宇宙第一业余歌手，这个称呼背后是30多部影视剧 OST 的积累，锦衣之下的今夏，向风而航的 Like Shining Star， 归路的青春无恙，他自己填词作曲的我在说走就走可以吗也早已发布。2026年他还安排了专业声乐学习计划，探索音乐剧的可能性。春河之上，国内首部未检剧，他把检察官演活了。6月1日儿童节当天，谭松韵和戴旭主演的《春河之上》在厦门正式开机，选这个日子和守护少年的主题形成双重呼应。这部剧是国内首部聚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现实题材剧集，由最高检影视中心、腾讯视频联合出品，导演臧希川代表作《9亿人》，编剧李肖玫瑰的故事，于淼于红。拍摄周期90天，共40集，预计年底或2027年在腾讯视频独播。谭松韵饰演卫检部主任检察官刘红，戴旭饰演新人检察官季三妹。剧情围绕6个单元案展开，全部改编自真实案例：校园霸凌、网络侵害、家庭监护缺失、未成年犯罪。编剧团队跑遍全国10余个卫检科，从真实卷宗里扒出来的故事。其中有个细节特别狠，14岁少年持刀抢劫，受害人家长要求重判，少年妈妈跪地求再给一次机会。这个桥段直接抛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律概念，法律给走错路的孩子一次踩刹车的机会，但必须完成心理干预。社区帮教，家长接受亲职教育，少一条都不行。从耿耿到刘红，他用了10年。2016年《最好的我们》里的耿耿是谭松韵的青春标签，之后的《锦衣之下》以家人之名让他稳坐甜妹宝座。但2026年打开他的片单，画风完全变了。春河之上之前，他已经拍完《我和我的命》，饰演70后创业女性。兰香如故是权谋大女主逍遥，李艺人分饰多角，搭档侯明昊。这部戏在 CCTV 8下午档凌宣发播出，最终以 9.58 亿播放量成为黑马，云和最高市占率 15.5%。锦衣之下在2026年重映仍拿下省级卫视实时收视第一，证明他的国民度依然能打。但谭松韵显然不满足于此，他开始主动素颜晒黑、减重、体验生活，用这些方式重构表演。戴旭的巨抛脸和两人二搭的化学反应。戴旭这个名字，很多人是从《梦华录》和《亚戏》里记住的。《亚戏》里他演配角裴枕，演技直接刷屏，被业内视为厚积薄发的代表。这次在《春河之上》里，他饰演的刑警何亮和谭松韵饰演的季三妹从互对到联手。有场戏拍完，张译剧中饰演刑警何亮直接提一家台词：“我们抓的是孩子，可背后是整整一个缺位的家庭系统。”
这句后来被最高检官微转发，网友辣评：张毅一开口，直接把普法剧拔高成家庭教育警示片。双引号，两人在《逍遥》里已经合作过，这次从古装搭档变成现代职场上下级，被观众称为梦幻联动。导演臧希川的现实题材美学。臧希川的前作《9亿人》豆瓣评分7.8，另一部《无尽的尽头》同样聚焦社会边缘的司法纠葛。他极其擅长挖掘社会议题背后的情感张力，能把冰冷的法条转化为直击人心的故事温度。春河之上每集45分钟，开场5分钟必抛一个冲突，比如13岁女孩直播脱衣求打赏，镜头一转就是卫检科连夜开会争论平台责任到底怎么界定。最惊喜的是穿插的动漫片段，把强制报告制度化成热血番，弹幕都在刷，建议全国中小学循环播放。歌手的另一面 Live House 和公益。谭松韵的音乐路线走得很有策略，他不去和专业歌手硬碰硬，而是选择近距离的 Live House 音乐会和粉丝做互动。2025年底北京那场 Live House 定位是粉丝年度约会，容纳数百人的空间里，他唱 OST 串烧，原创曲目，中间穿插角色独白，突出故事感而非炫技。公益方面，他为新冠肺炎防疫创作合唱《平安回来》，为纪录片把诗歌唱出山外谱曲，在《晴方好》、杭州亚运推荐曲等作品中融入古典意象，未来计划发掘民乐元素。涉案剧里的小彩蛋，剧组透露，看片花时有个细节，荣梓杉饰演的涉案少年在审讯室椅子上刻了3个字：我想活。道具组说不是设计，是他们在看守所采风时真的在某个椅子上发现的刻痕，他们把那痕迹拓下来，原样复刻到了剧里。还有一站式询问室里那只安抚玩偶，是照着上海某院那只同款做的，一复制。剧组对细节的较真程度可见一斑。36岁女演员的黄金期才刚开始。定档消息一出，爱奇艺预约量一天涨3万，央视官博下的高赞评论是：如果这剧能让家长知道甩锅给学校没用，就值了。双引号，谭松韵的转型路径很清晰，现实题材深耕，古装女性叙事，跨龄角色突破，3个方向同时推进。2026年既有《兰香如故》这样的古装大剧，也有《春河之上》这样的现实题材力作，还有音乐综艺的全新曝光。他不需要靠绯闻维持热度，36岁不靠颜值靠作品，娃娃脸不是枷锁，跨界破圈才是真本事。当甜妹谭松韵穿上制服，带上国徽，你还会把她当梗梗吗？还是说，这届观众终于愿意承认，圆脸也能承载厚重的角色厚度，娃娃脸从来不是演技的边界线。